上一讲谈到司马相如出使巴蜀，以一篇御巴蜀檄软硬兼施，一方面平息民愤，一方面批评巴蜀百姓不识大体，缺乏舍生忘死为国效力的君子觉悟。效果究竟怎么样？巴蜀百姓是不是从此就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了？史料并没有明确交代。但是御巴蜀檄讲的道理到底是对是错，后人就各有各的看法了。最值得一提的是苏轼的看法。苏轼呢也是蜀人，和司马相如算是半个老乡，但提到司马相如的时候，从来就没有一句好话。论及这一篇御巴蜀檄，苏轼说这纯属马屁文章，而文章之所以立意差，完全是因为作者人品差。苏轼还有一首诗全方位抨击司马相如。相如偶一观，痴彼蜀父老，不计独臂时，底气混庸宝。著书曾几何，壳废灰土早。琴台有一破，笑我归不早。作书一故人，皎皎我怀抱。余生幸无愧，可与君平道。大意是说司马相如可算是又做官了，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，竟然好意思写文章嗤笑家乡父老。这厮难道不记得当初穿着独鼻盔当街卖酒食壶的狼狈样子吗？蜀地既然出过司马相如这种小人，我苏轼甚引为耻。我要追随家乡先贤的话，严君平才是高风亮节的前辈。不知道在司马相如写下御巴蜀檄的当时，家乡父老是怎么理解这篇文章的，有没有像苏轼一样嗤之以鼻。总之，司马相如回京复命，至于唐蒙被敲打一番之后，继续搞他的基建工程去了，并没有因为一篇御巴蜀檄就停了工。这个时候，西夷当中的琼、左两大部族的头领们听说南夷归附了汉帝国，得到了很多赏赐，不少人动了心，也想归附过来。虎帝征询司马相如的意见，司马相如作为土生土长的成都人，说除了琼、左之外还有一个部族名叫冉芒，离这个蜀郡不远，道路呢也比较平坦。秦帝国曾经在当地设置郡县，现在如果能把这些地方纳入版图，胜过得到南夷。武帝动了心，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，持节出使，就近东用巴蜀两郡的财富赏赐那些愿意归附的西夷部族。这是司马相如人生当中最为高光的时刻，高车驷马，衣锦还乡。史记交代了这些虽然无关于资治，却特别为市井百姓津津乐道的细节。说司马相如的使节团浩浩荡荡到了蜀郡，郡太守带着下属所有官员到郊外迎接，县令大人亲自背着弩和箭在队伍前边引导，蜀地人民引以为荣。注意一下细节，县令为什么要背着弩和箭在队伍前边引导呢？姐妹讲过，天子车驾之前，有人导引传呼，让行人止步，让坐着的人赶紧站起来。如果有人不听劝怎么办呢？无妨有4名专人手持角弓，谁不听劝就射谁，还要射那些爬在高处窥望仪仗的人。到了魏晋时代，角弓换成了角弩，但只是个摆设，已经不会真的拿来射杀百姓了。高官出行也有类似的阵仗，规矩是由亭长背着弩和箭在队伍前边引导。但司马相如来头太大，蜀郡专门为他提升了接待规格，由县长代替亭长充当前导，但还不算最高规格。后来霍去病触击这个匈奴归来的时候，河东太守亲自充当前导。司马相如受到的接待虽然及不上今后霍去病的规格，但在当时的蜀郡已经算是前无古人的盛况了。如此一来，临邛县也被震动，卓王孙和县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登门送礼攀交情。卓王孙是喟然长叹，悔不该没把女儿早点嫁给司马相如。幸好还有补救的机会，他老人家又把一大笔家产分给了卓文君，不比给儿子的财产更少。华阳国志记载战国年间李冰入蜀兴修水利修建了有7座桥梁。故老相传，这7座桥梁上应北斗7星，其中呢有一座升仙桥在成都北门外施礼，
桥边有送客观。司马相如赐家入长安的时候，出升仙桥，在送客观的门上题字：不乘赤车驷马，不过汝下也。意思是说这次去长安一定要出人头地，如果做不到部长级别的高官，就不回来了。赤车驷马在流传的过程中变成了我们熟悉的高车驷马。司马相如在送客观大门上题字，也变成了在升仙桥的桥柱上题字。这是司马相如为后人贡献的第11个文化语码。我们看历朝历代诗词文章里的题桥、题柱、驷马桥等等措辞，都是从这个典故来的。宋人郑思肖还见过一幅题柱图，画的就是司马相如在升仙桥的桥柱题字的主题。郑思肖感慨之下写诗一首：初上升仙何慷慨，重来衣锦颇从容。哪儿意气当如此，透过雨门方是龙。不过到了民间戏剧里边，题桥的桥段就被放在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成婚之后，要么是小佛七在升仙桥畔依依惜别，司马相如题桥立誓，要么是司马相如留恋温柔乡，又担心卓文君的病情，结果被仆人激励，题桥立誓，直入长安。民间戏文丰富多彩，而在正史当中，离家已久的司马相如终于重来衣锦颇从容了。这次奉旨入蜀，职位是中郎将和唐蒙平级，这是比2000石的级别，大约相当于副部长，但他同时还有钦差大臣、使团团长的身份，地位不可谓不尊崇。所以他和他的副官们乘坐的是4乘之船，一辆车配4匹马，等着就是高车驷马。这里的船指的是由官方驿站提供的公务马车。驿站的备车和备马有着严格的使用规范，普通马车呢只有1匹或者2匹马拉，比4乘船更高级别的也有，但凤毛麟角。比如文帝还是代王的时候，由代国出发入长安即位，乘坐的是6乘船，6匹马拉的车。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，乘坐的也是6乘船，会兵荥阳。汉官仪还有记载，郡太守的规范用车是由4匹马拉的，但在出巡的时候会增加1匹马，变成5马拉车。我们熟悉的乐府诗歌《陌上僧》里边有使君从南来，5马立踟蹰。使君大人停下来和美女罗夫调情，停车的动作就是5马立踟蹰。话说回来，司马相如在蜀郡出尽了风头，当地百姓都以家乡出了一位大人物为骄傲，也许并没有留意到这位家乡大人物大把拿出家乡的财富，以皇帝的名义赏赐西南夷诸部落，换来西南夷诸部落的纷纷归附。于是汉帝国的西南边境向西拓展到墨水、若水一带，向南拓展到牂柯江畔，又开通灵官道，在孙水、筑角连通琼都。汉政府在当地设置有一名都尉，将新晋归入版图的土地划分为10几个县，隶属蜀郡。事情办得漂亮，武帝很开心。这个时候蜀郡百姓到底开不开心，有没有与有荣焉的感受，这却未必了。宋人徐君有一首诗，正是从这个角度写司马相如的：卖赋名城，卖酒鱼，归来驷马拥高车，锦衣只欲见前齿，不到开边困鲤驴。大意是说司马相如当年软饭硬吃，心里是憋着一股火的。如今呢，衣锦还乡，目的仅仅在于洗雪前齿，扬眉吐气，并不在乎为着自己的一点私心，家乡百姓要遭天大的罪。不知道司马相如提议西南夷诸部落可以并入郡县的时候，对这件事的难度和成本到底有没有一个准确的估计？现在乍看上去，司马相如不费一兵一卒就为朝廷开疆拓土。作为汉帝国西部新边界的墨水，就是今天流经四川省西部的大渡河；若水是今天流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、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的雅砻江。20世纪初，四川乐山一个名叫郭开珍的文学青年留学日本，想到家乡的墨水和若水，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郭沫若。我们再看司马相如在孙水筑桥，孙水就是
弱水下游的一条支流。新开通的灵关道从今天的四川省汉源县北到西昌市东南，连接成都平原和南中地区。之所以叫灵关道，是因为新设置了一座关隘，叫做灵关，扼守交通要冲。我们看《资治通鉴》这段记载，感觉汉帝国以利诱手段顺利吞并西南夷诸部落，花了一点钱换来了一大片国土。看来司马相如毕竟是成都本地人，对西南夷的情况知根知底，一份大功劳简直就是手到擒来的。再看看唐蒙费尽千辛万苦，险些激起民变，真是同人不同命啊。但是《资治通鉴》这段内容的取材可以追溯到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，而司马迁写史记有一个特点，在司马相如的传记里尽可能把司马相如往好处写。而在西南夷列传里说，当时巴郡、蜀郡还有旁边的汉中郡、广汉郡，一共4郡都被唐蒙和司马相如折腾惨了，道路好多年也修不通，人不知道死了多少。西南夷又多次反叛，汉政府发兵平叛，突然耗费人力物力，却取不得任何成效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司马相如能有什么对策吗？我们下一讲再见。